嘿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到一个无比精彩的时代——春秋战国时期，去领略那场震撼人心的思想盛宴——百家争鸣。想象一下，那个时代就像是一个神奇的思想大舞台，各种学派如绚丽多彩的花朵般竞相绽放，争奇斗艳，简直让人目不暇接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百家争鸣，是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纷纷涌现，彼此切磋，相互辉映的壮观局面。咱们先来瞧瞧它的背景。经济上，那时候发生了重大变革，铁制农具和牛耕得到广泛使用和推广，这可不得了，就好比给社会发展安装了超级引擎，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，井田制瓦解，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。打个比方，以前农民被井田制束缚，现在有了自己的土地，生产积极性高涨，粮食产量也大幅增加。这样一来，一部分人就能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，有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学术等精神文化活动，这就为百家争鸣奠定了物质基础。政治方面，周王室日渐衰微，诸侯们纷纷崛起，为了争夺天下霸权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。各国都意识到人才的关键作用，于是纷纷招揽人才，这就像一场激烈的人才抢夺大战，为不同思想流派的思想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。比如说齐国的稷下学宫，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地方，众多学者汇聚于此，享受优厚待遇，能够自由的讲学和辩论。想象一下，那些学者们在学宫里各抒己见，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，是不是特别精彩呢？文化方面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，私学兴起啦。孔子就是这其中的关键人物，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。以前知识都被贵族垄断，现在孔子让知识传播到了更广泛的人群中，许多平民因此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，于是培养出了大批有知识、有见解的学者，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有利条件。接下来，我们重点看看百家争鸣中的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和思想。先说说儒家，这可是个影响力极大的学派，由孔子开创。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，他主张仁者爱人，强调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，就像他说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种对人际关系的深刻理解影响深远。他还倡导克己复礼，试图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。后来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，提出仁政学说，认为统治者应当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，还提出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的观点，在当时可谓相当超前，充分体现了对百姓利益的重视。荀子则主张性恶论，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，